位观众好，我是雨姬太太，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，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。人生有无数个选择，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会对人生产生莫大的影响。知名演员廖伟雄就是如此，进入娱乐圈是误打误撞，成为亿万富翁的方式更是常人难以想象。可他就是这样，凭借着命运的馈赠和自己独到的眼光，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都无法承受的大风大浪。但无论多么辉煌的人生，当灾难来临时依旧难以逃避。如今香港疫情形势紧张，不仅 TVB 暂时停拍，连很多大家熟悉的演员也不幸中招。而辉煌、好运、闯荡一生的廖伟雄竟也在这特殊时期不幸中招，不免让人唏嘘。廖伟雄的童年时光是在香港屋村度过的，和大多数的身世凄苦的香港演员一样，他的童年也并不好过。由于家境贫穷，缺衣少食更是日常，所以他并没有上什么学，而是在体力能够支持打工之时，就早早地步入了社会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十分看重少年自我的拼搏。由于年纪小，很多正规的工作根本不会招收他，所以他只好去打杂工、销售、搬运工、烧腊厨师，就像一个下凡渡劫的仙人一样，几乎要将所有辛苦的行业都试一番。他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渴求，只要能够吃上饭、有衣穿，就做个普普通通的香港劳苦大众就好了。然而命运总是千奇百怪，他让怀有抱负的人郁郁不得志，反倒让一些本就没什么想法的人一飞冲天。香港娱乐圈从60年代初开始蓬勃发展，到70年代更是发展到鼎盛，不仅对香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许多好处，更是给了无数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1979年，已经办了7届艺员培训班的 TVB 扩大招生。廖伟雄作为一个打工仔，每天忙忙碌碌，生活很是无聊。每天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下班之后坐在家里看电视，看着电视里的那些演员，他有时候也没事激情表演一番，每次都逗得他的同事哈哈大笑。一天同事来上工之后，一脸神秘地拉着他往外走，然后来到了招生的广告面前。当时的他一脸茫然，面对同事的举动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也能成为荧幕上人人称赞的明星。在同事的劝说下，他几番犹豫挣扎之后，索性就报了名，想着大不了就是选不上，也不吃亏。而与他同期报名的艺员，大都也是后来甚至是如今都活跃在荧幕上的人物，比如徐锦江、刘青云、欧阳震华、周星驰等等。这其中光是影帝和视帝就有好几个，不得不说那一届的实力的确很强。而廖伟雄作为一个从小没有什么艺术熏陶，后来也并不是将演员作为理想的人，居然与这些人一起被招进了 TVB，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老天爷赏饭吃。并且最为人称道的是，这样的他凭借着自己多年打工时的勤劳和认真，很快就在当中脱颖而出了。如今说来，或许很多小伙伴觉得可笑，怎么能将廖伟雄和那些鼎鼎大名的明星相提并论呢？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？但实际上，在廖伟雄已经事业红火的时候，周星驰、吴镇宇和刘青云等人还在跑龙套呢，还没从无线艺员培训班毕业，廖伟雄就接到了一部对他演艺生涯至关重要的一部戏，就是由李天胜导演、周润发、郑裕玲、任达华、欧阳佩珊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网中人》。
在这部戏中，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人演员，他饰演的只是配角阿灿。谁都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把这个小人物演得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。所以他刚毕业， TVB 就将其收入麾下，并且还用《阿灿正传》《阿灿有难》《阿灿出千》《阿灿当差》等多部戏力捧他。李立池尊称其为阿灿爷，是因为他确实有资格的。而香港影视圈能够称爷的，除了星爷周星驰，也就只有阿灿爷廖伟雄了。TVB 为其量身定做了几部戏之后，他的演艺事业进入了快车道。除了在电影、电视剧领域大杀四方之外，还进军乐坛，唱了多首歌曲，并兼职主持人，主持了很多搞笑的节目，可以说是一个全能艺人了。1982年，廖伟雄与马来西亚籍太太杨慧玲结婚，2年后诞下一个女儿。1988年再添一子。所谓爱情事业双丰收，不外如是。如果他的生命故事按照这种节奏向前推进的话，那么对于他而言可能是幸福美满的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有些索然无味了。人生如戏，到了高潮便会有反转。戏如人生，演好了很多角色，有时候却忘记了演好自己，忘了初心和本分。厄运不找你找谁呢？事业上的辉煌让廖伟雄忘记了自己当初作为一个小工人的勤恳。短短几年内，他就花天酒地，到处玩乐，甚至工作也不如开始时认真，导致许多导演都对他意见颇多，渐渐也就接不到什么戏了，身败名裂，还沦为了老赖。他非但没有反省，反而眼高手低，根本不愿意做那些他看不上眼的工作。自我的迷失导致影视圈没有他的位置了，甚至在香港都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。于是他心灰意冷地回到了自己的祖籍地广州，而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也将在此开始。当时的广东经济飞速发展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很多农民都进城了，田地要么是荒芜了，要么是便宜承包给他人。嗅到商机的廖伟雄撸起袖子，挽起裤管，决定下地当农民。可是他的这个农民跟别的农民不一样，人家种地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能够发家致富就再好不过了，他则是把农民当成了事业干，整天琢磨着改良品种，增产创收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他非常有远见的从牙缝中抠出钱来，请专家指导。不断的尝试，不断的失败，不断的绝望，不断的重燃希望。历时数年，他终于研究出了新型水稻，并将其命名为阿灿米。又经过了几年的不断优化和改良，阿灿米在亚洲地区声名大噪，尤其深受高消费群体喜爱。目前这款米的售价便宜的都要几十元，贵的更是高达数百元。按理说，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之后，事业在高速发展期应该求稳，结果廖伟雄又跑去养鸡了，同样也将鸡养成了昂贵的名鸡。亲朋好友这时候都劝他，阿灿不要折腾了，收手享清福吧。不成想他又接连开农庄，搞餐饮，建立起了集养殖、种植、餐饮、旅游为一体的庞大商业帝国。经过20年的辛苦打拼，他成功咸鱼翻身，逆袭成了亿万富翁。人情冷暖尝尽，世态炎凉看够，如今的廖伟雄对人生的意义及财富有了新的认知，而他的儿女们也都在马来西亚工作生活，不仅不花他的钱，而且还不愿意继承他的家产，这让他倍感欣慰。事业进入了平稳期，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了。可是香港第5波疫情来临之后，定居在内地的他坐不住了，
他要回去尽点力，做点事。众神苦劝不止，可他一意孤行。TVB 剧组停工，多个香港艺人先后确诊时，他拍片调侃道：“我曾经也是 TVB 的一员，我有预感也会确诊。”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。其实他的身体在此前就已经有很多处问题了。去年9月，他就自曝出健康问题，不仅有高血压等毛病，还曾胸闷、手麻，找了许多医生治疗。据悉，他9年前就发现自己有高血压，先是开各种降血压的药吃，接着又在朋友介绍下用偏方都没治好。最后他去看了中医，医生说血压是一种讯号，高了或者低了都说明身体里有病，治好那些病，血压才会正常。于是他就去医院检查，没想到一下子查出了牙痛、肾结石、心脏不舒服等大大小小700多样问题，还因为肾结石动过几次手术。如今的他又不幸感染新冠，不免让人担忧。不过他跟其他富豪确诊后住高档病房请私人医生不同，而是自己在家自我隔离、自我治疗。虽然不赞成其做法，但他的这种硬汉的精神真的是令人钦佩。回过头来看，廖伟雄出身卑微，却能够强势走红，成名之后跌入人生谷底，却又能霸气逆袭。当演员当得风光无限，做农民做得红红火火。选择什么就意味着失去什么，失去了这个又意味着得到那个。正所谓时也命也时也运也，一切都是时势使然。而更加令人钦佩的是，身价颇丰的他不仅没有骄纵自己的孩子，还将他们养育得十分独立。而他本人也十分善良，那些从社会中赚到的钱都慢慢回馈给了社会，面对生死的考验更是毫无畏惧。不得不说，他的几次辉煌不仅是老天赏赐，与他个人的努力也脱不了关系。转行做生意了，在经历了多次投资失利后，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回到内地开农场种植稻米以及养鸡。为了帮自家产品宣传，廖伟雄开通了个人社交账号，不时上传视频跟网友们分享做生意的心得和经历。最近他还罕见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曝光的近照中，廖伟雄穿着简单的 T 恤出镜，打扮朴素，腥味全无。年过60的他，岁月在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，皮肤松弛，老态明显。他透露，9年前他患上了高血压，没想到医生开的药效太强，令他血压降得太低，身体很不舒服。他又尝试了敷药膏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于是他改看中医，医生称血压是一种讯号，是在提醒你身体有病。他接着说道：“我身体确实有很多问题，包括牙痛、肾结石、心痛等等。3年前，廖伟雄突然感觉胸闷，左手麻痹，做了很多检查，看遍了医生，尝试了多种疗法，病情都没有好转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因长期低头用电脑和手机，体内湿气太重了。由于廖伟雄没有说自己到底痊愈了没有，因此网友们都很担心他。为了了解详情，记者特意打电话联系他本人。他表示谢谢关心，幸好找到好医生，目前身体已痊愈。他还透露自己仍在种植稻米。说到廖伟雄的农业生意一直有传，他凭借着多年的努力，身家早已过亿。据悉，他家的大米最便宜的1斤卖44元，他养的鸡1只卖180元，因此大家都觉得他一定赚了很多钱。6月份，廖伟雄接受某媒体采访时，曾罕见回应这个传闻。他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，只说人家爱怎样说是人家的事情，并指儿子在国外做批发生意，对种田养鸡没有兴趣，不想继承家业。从廖伟雄的字里行间，明显听得出来，他应该赚到了不少钱。不过，有多少家产是很私人的事情，他已经淡出娱乐圈那么久，不想公开也是很正常的。廖伟雄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，灌风漏雨的屋村出生，却意外进入了影视圈，
出道即巅峰，却因认人不清、交友不慎而败光了身家，回到内地种地，却用20年的时间逆袭成亿万富翁。本来该享清福的他，却偏偏要在特殊时期返港，最终导致自己确诊。廖伟雄童年的时光是在香港屋村度过的，平平淡淡，缺衣少食。廖伟雄早早地走入社会之后，干过销售、搬运工、烧腊厨师，跟大多数的普通香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廖伟雄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他21岁那年。1979年，已经办了7届艺员培训班的 TVB 扩大招生，当时正在打工的廖伟雄几番犹豫、几番挣扎之后，选择报名参加 TVB 的艺员培训班。而与廖伟雄同期报名的还有徐锦江、吕良伟、刘青云、吴镇宇、周星驰等等。这些当时的毛头小子，后来几乎全部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。可在廖伟雄火的时候，周星驰、吴镇宇和刘青云等人还在跑龙套呢。还没从无线艺员培训班毕业，廖伟雄就接到了一部对他演艺生涯至关重要的一部戏。李天胜导演，周润发、郑裕玲、任达华、欧阳佩珊主演的电视剧《网中人》。在这部戏中，初来乍到的新人演员廖伟雄饰演一个配角阿灿，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把这个小人物演得有血有肉、栩栩如生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。所以廖伟雄刚毕业， TVB 就将其收入麾下，并且 TVB 还用多部戏力捧他，跟他搭戏的个个是香港影视圈大咖。所以李立池尊称其为阿灿爷，是因为他确实有资格。香港影视圈能够称爷的，除了星爷周星驰，就只有阿灿爷廖伟雄了。TVB 为廖伟雄量身定做了几部戏之后，阿灿的演艺事业进入了快车道。除了在电影、电视剧领域大杀四方之外，廖伟雄还进军乐坛，唱了多首歌曲，兼职主持人，主持了很多搞笑的节目。1982年，廖伟雄与马来西亚籍太太杨慧玲结婚，1984年诞下女儿，1988年再添一子。所谓爱情事业双丰收，不外如是。如果廖伟雄的生命故事按照这种节奏向前推进，于他而言可能是幸福美满的。但人生如戏，到了高潮便会反转，戏如人生，演好了很多角色，有时候却忘记了演好自己。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廖伟雄急流勇退，选择退出娱乐圈。问到为何在当红时淡出娱乐圈，廖伟雄表示，那时候40多岁了，再过几年只能演配角，收入必定大减。同时觉得天天在摄影棚对着同一群人，吸收不了生活养分，演戏很难进步，所以他选择重投现实生活。确实，当廖伟雄在谐星这条路上发展得越来越好时，欢乐今宵这档节目却因收视率下降被撤，廖伟雄少了这档节目的热度，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主持的节目被停，公司给的资源全是不起眼的配角。看似正红的廖伟雄，如果选择继续留在娱乐圈，还真不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转行后，廖伟雄做过很多不同生意，甚至卖过烧腊，期间更传出破产，原来他是受朋友拖累的。廖伟雄解释道，当时有朋友让廖伟雄帮他做担保，没想到他欠债不还，于是债主来找廖伟雄，但没找到，这些人便在媒体前乱说。消息传开后，直接影响到烧腊店的生意，廖伟雄因周转不灵，真的破产了。影视圈没他的位置了，香港没他的容身之地了。于是廖伟雄心灰意冷地回到了自己的祖籍地广州。这个时候，廖伟雄迎来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一次机缘巧合，廖伟雄认识了李氏兄弟，跑到广东定居，转行做起农业，并放话要成为中国新一代农民代表。他不怕苦不怕累，亲自下田种地，研究有机米，创立了阿灿米。当时的广东省经济飞速发展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很多农民都进城了，田地要么是荒芜了，要么是便宜承包给他人了。嗅到商机的廖伟雄抡起袖子，挽起裤腿，决定下地当农民。可是这个农民跟别的农民不一样，人家种地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能够发家致富就再好不过了。廖伟雄则是把它当成事业干，整天琢磨着改良品种，增产创收。
更令人佩服的是，他非常有远见地从牙缝中抠出钱来请专家指导，不断地尝试，不断地失败，不断地绝望，不断地重燃希望。历时数年，廖伟雄终于研究出了新型水稻，他将其命名为阿灿米。又经过了几年的不断优化和改良，阿灿米在亚洲地区声名大噪，尤其深受高消费群体喜爱。目前，这款米的售价便宜的都要几十元，贵的更是高达数百元。而阿灿米也获得国际3大认证，多次被评为全国10大好吃米饭之一，许多农民的生活获得了改善。按理说，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之后，事业在高速发展期应该求稳。但廖伟雄又去养鸡，同样又将鸡养成了昂贵的名鸡。亲朋好友这时候都劝他收手享清福，不成想廖伟雄又接连开农庄，搞餐饮，建立起了集养殖、种植、餐饮、旅游为一体的庞大商业帝国。经过20年的辛苦打拼，廖伟雄咸鱼翻身，逆袭成了亿万富翁。人情冷暖尝尽，世态炎凉看够，如今的廖伟雄对人生的意义及财富有了新的认知。事业进入了平稳期，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。回过头我们来看，廖伟雄出身卑微，却能强势走红，成名之后跌入人生谷底，却又能霸气逆袭。当演员当得风光无限，做农民做得红红火火。选择什么，就意味着失去什么，失去了这个，又意味着得到那个。正所谓时也，命也，时也，运也，一切都是时势使然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逆境中涅槃的廖伟雄，不仅关心粮食和蔬菜，而且还关心他人，从社会中赚到的钱，再慢慢的回馈给社会。有如此心态之后，困扰他9年的高血压，似乎对他束手无策了。新冠在他面前，好像也只是个感冒了。这怎能不让人敬佩，不让人感慨呢？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序言中开篇即说，苦难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孙少安、孙少平如是，廖伟雄如是，愿你我也能如此。